我是沙白，我又来了。前面那些视频呢，就是我在世界各地跳伞蹦极的视频。第一个是在迪拜，第二个是在新西兰，第三、第四个都在新西兰。而且我蹦极是蹦得不够爽，就是说，比如我今天蹦了，觉得哎呀，好爽歪歪啊，但是还是不够爽。第二天又去蹦了，蹦了我还要求我说这样直接跳下去实在是太不刺激了。我说我要反着跳，就像在跳水运动员，对不对？有这样子正的下去，有反的下去。那个教练说 Are you sure? I said Yeah, I'm sure. Piece of cake. 然后我就这样尝试了。我想告诉你，我面对死亡的态度就是我面对跳伞蹦极的态度，就是别人是到了飞机上很害怕又不敢了，但是我是巴不得快点从飞机中跳下去，那个生命在燃烧。本来我就是像我之前跟你们说的，我不想再录任何视频了。但是刚才我和我的这个心理咨询师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又有了很多感悟。我其实唯一就是的一个心结，其实大家应该也猜得到吧，就是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我觉得我对于我母亲在我病重时候对我的无视，所呈现出的一些非利他的一些行为，就是说觉得不是特别能够释怀。然后我甚至就是回顾了我整个一生和他的一个交流，我可能突然也发现了一些点点滴滴，其实都感觉他不是因为我是谁而爱我，而是想让我成为一个他心目中的我。但是我的咨询师跟我说 During this journey that eventually I have this awar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 and my mom. Aware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erfection. 就是用中文翻译，就是说在我的这个旅程的这个阶段，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觉知到其实我和他之间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的。这个觉知本身，这个对生命的这个觉知本身就要比你生命是完美的其实更重要。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而且就像我和你们之前也说的，我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就是当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会非常尽量的去配合他，我是深呼吸 and just take it in, and I think she is right, she's absolutely right. 我有了这个觉知，其实比我没有这个觉知要更重要。比如说我回顾我这一生，也确实是我一直是在任何的一段关系中，我绝对是一个 giver， 我是一个主动的人。就比如说之前为什么问题没有发生，是因为一直都是我给他打电话。那因为我也是个特别逗逼的人，我也是个特别就是说愿意去分享的人，所以说可能在之前的旅程中没有就是让我有觉知到其实我母亲她有一些非利他的一些性质，包括我自己本人就是事业各方面也都完成的非常的不错，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觉知到这一点。但是我可能就是非常不幸的，就是在我生命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他无私的爱吧。对，比如说我躺在医院里面，我求他给我打电话，但是由于他可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总觉得是应该我给他打电话，而不是他给我打电话，尽管我那个时候可能连打电话的力气都没有。对，最后我觉得我的心理咨询师帮我解开了最后一个心结，就是我对我整个生命所有出现的人事物要有个觉知，比本身这个生命在我眼里觉得是很完美要重要的很多。当然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议题，不是我和我心理咨询师见了个面，就是说抹平了我心中最后的一道伤痕，而是想跟你们再次讨论一下死亡哲学这个问题。其实有关于我对于生和死的看法，我在我第一个视频里面已经用非常言简意赅的语言已经表达了，但是我还是想再用另外一个视频，用比较繁复的语言再次表达一下我对于生死的看法。我觉得就是死亡其实是一个在中国甚至乃至全世界大家都比较避讳的一个话题，特别是东亚文化，我们特别避讳谈论这个话题。那我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你不谈论这个话题，这件事情它就不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了吗？就好像我们东亚文化就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慢慢的就是有性文化，对吧？我们可以去聊性，我们甚至有性教育，但之前是没有的。你避讳去谈论性教育，其实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会造成更多的比如说非常 dangerous 的这个 sexual intercourse， 对吧？会造成很多这个未成年少女的怀孕，会造成
很多不良疾病的传播。所以我们与其避讳去谈论一个问题，不如去谈论这个问题，以避免问题的发生。同样，我觉得死亡是一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你不去讨论它，它就不会发生吗？不是的，它永远都是会发生的。但是你不讨论它的后果，你不去思考它的后果，就是当你真正面临这件事情的发生，无论是你自己去面临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是你家人，你去面临家人可能就是说即将死亡，你可能都无法去handle 这个 situation， 因为你没有真正思考过。你只有真正思考过了它的含义，它存在的价值，以及它的不可怕性，你才能够把你的生命活出光彩，你才能够 make each moment count， make each day count。 你只有知道了它的价值和意义，你才能够珍惜和你最爱的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而不是说等到他快要离去你的时候，你突然懊悔痛心疾首的觉得说，哎呀，要是我过去能够再对他好一点，那该是多么好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用非常繁复的语言再次讨论一下死亡哲学。你说我从小就不惧怕死亡吗？那倒也没有，我感觉我还没有伟大到那个程度，或者我没有开悟到什么我一生下来就是什么向死而生呢？这也太奇怪了啊！不是的，我觉得我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想要去直面死亡，或者说是想要去谈论这个话题，是我在20岁初得了红斑狼疮。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对自己很清楚，我不是不愿意吃大量的激素嘛，所以我知道，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肯定是寿命要比别人要短很多的。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真正的去思考死亡的问题。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就是说有想过瑞士这场美妙之旅，也跟很多朋友有谈论这些，就是说瑞士之旅的种种快乐，不是说是什么最近突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这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不愿意，就是说最终去瑞士来完成你整个生命之旅的话，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想提倡的就是说，其实我是想让大家能够听到来自于世界各地各种文化民族、各种不同思想的人对于死亡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社会是不会硬行的，就是单方面的强迫一个人一定要生存下去的。就像我前面对于宗教问题的看法也是一样，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还有一个现象，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葬礼上，就是哎呦，那叫哭的一个昏天暗地呀！我学给你们看行不行？就是，哎呀，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是吧？但是你看，在外国的婚礼上，是不是都特别肃穆？起码是肃穆的，没有人这样嚎啕大哭。其实这样嚎啕大哭，我觉得对死者是非常不幸的。你能够让他的灵魂安宁一点吗？好吗？然后还有就是在国外的很多葬礼上，就是因为我喜欢看美剧嘛，我没有真的去 attend 一个 real funeral，but I know that the entire atmosphere is very different。就是有很多就是上台祝词的人就比如说死者的家属在上面，不是去这种很沉重的哀悼，而是先开1-2个玩笑。就有点像是那种脱口秀，你知道吗？开1-2个玩笑，下面的人还真笑了。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说，不是说所有人都是沉浸在这个痛苦之中的。我有一个伦敦的朋友，他跟我说，甚至在他父亲离世的时候，他们全家就是开着香槟，开着 whisky， 围绕着火 ，you know，celebrate 庆祝。我甚至我的一个就是说在国外读书的一个学生，他也跟我说，他的朋友就是他同班同学的母亲去世，全家也是以 celebrate 的方式来庆贺的。那为什么别人可以 celebrate， 那我们就一定觉得这是一个绝望悲痛的事情呢？就观念上，我们可能对于死亡的认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根本不奢望改变你对于死亡的认知，但是我要输出我的观点。之前我就跟你们说了，我买过一本书叫《死亡哲学》，当然其实这本书应该是这么厚的，然后它只是为了能够就是说让一些不喜欢读书的人，他在里面还有本小本子叫《死亡哲学》。这本书我感觉这本小册子，我觉得你稍微是1-2个字的话，我觉得10分钟之内就能读完。它里面就是说有非常简短扼要的，就是说向你阐述了为什么人没有必要惧怕死亡。我的第一个视频里面，我其实就关于我和生和死的问题做了非常
简明扼要的一个阐述，但是我感觉太简单粗暴了。比如说伊壁鸠鲁的这个哲学理论，就是说，我们生的时候死不存在，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不在了，所以我和死亡没有交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脑子可能没有办法去真的理解这句话的要义，所以我现在用非常接地气的方式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就接地气的方式去从哲学上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害怕死亡。就是很多人害怕死亡，其实 basically 他把死亡当成是一个假期就比如说你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跟亲人朋友去这个旅游啊，去欣赏音乐啊，去欣赏美食啊，去喝美酒。但是一旦当假期结束了，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你害怕假期的失去。但是死亡跟假期完全不是一个事，因为当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在，我们作为主体还在，所以你就是说担忧一个假期的结束，嗟叹一个假期的结束是很有理由的，是很 make sense 的。但是当死亡不在的时候，我再次重申一下，我们作为主体已经不在了，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我的这个阐述。其实理智的想想，永生比死亡更可怕，因为永生就表示着你永远没有办法逃脱一些难以忍受的痛苦，而死亡是解决结束痛苦的唯一的出路。所以为什么出生我们值得庆幸？因为生，我再想重申一下我之前说过的话，因为生给我们带来了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妙。为什么死也值得庆祝？因为死帮我们解脱。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渐冻人吧，对吧？他的一个就是灵魂被永远的囚禁在了一个无法动弹的身体里面，你们知不知道那是一种怎么样的痛苦？其实衰老来袭跟渐冻症是差不多的道理，但是它是慢慢的让我们的整个身体机能慢慢的失去了它所有的功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可以永远保持青春常驻，永生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比如说你能够活1亿年，怎么着？你100年做一个物理学家，100年做个化学家，再100年做一个音乐家，再100年做一个文学家，好啦，差不多了，再100年做个医生。你有那么多的人生的选择以及人生的伴侣，能够让你觉得哇，生活永远是有让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 infinite happiness 吗？不可能的，婚姻都有7年之痒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然了，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活到那么长。我现在只是从理论上来跟你们解释说，永生没有那么的幸福 ，OK？ 永生没有那么的幸福。很多时候我们活着也会觉得非常的无聊，因为我们没有就是说有趣的东西来去填补生命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空白，生命中我们说心里面的那个空洞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说那么多，我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说如此恐惧死亡。我们应该就是说悦纳死亡，就跟我们悦纳生命、悦纳出生是一个道理。希望我之后再也不会有第2个视频了，因为我在最后的这些日子里面，我真的想平平静静、安安静静的，只和自己交流，只和我的爸爸好好的相处，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Bye bye. See you or never see you.